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期的直播。直播应该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听到我吗？能看到我吗？有人点了沙发了啊，在7点半的时候点的，现在就没有那种特别早的了。原来经常有这个，就是预告刚发出来就去点沙发的，现在7点半也能点上沙发了啊，真是不容易。你们那里天气还好吗？北京刚刚经历了暴风骤雨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天气。先闲聊两句啊，就是这一周的话应该没有会员节目啊，这个呃周末的话再想想做什么吧，也许会稍微的少更一点这个这都无所谓的事情，反正不请假啊，这个随时说停就停。虽然老范基本上也不怎么停更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周六还有人来找老范吃饭啊，就是有付费会员说，哎呀，我到北京了，我要去咱们吃个饭吧。我说好啊，对吧？那么这个还是要去这个见个面的。而且我的 Codex 把额度使完了，所以我现在不怎么敢动现在这个机器啊。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天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就是我的 Codex 额度是在前天晚上就用光了，应该是到明天下午4点才可以恢复刷新啊。在这中间这一段时间期待了很久，但是它就是没有给你刷新，给你重置。然后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就是通过 iPhone 往里充钱啊，这个因为它是允许你去买这个信用点 credit 啊，我呢应该是$4100个点，所以我想试一下这个$4到底金不金使。我大概是往里充了有$12吧，大概充了300个点进去。然后呢，我说你开始干活吧，然后让他做了一个日常任务，就是咱们视频的字幕校对，然后生成标题，生成这个分段信息，生成博客，画图，做这一套项目下来啊，正常的应该是耗掉周额度的5%。然后呢，我按照这个消失的点数去看啊，大概是少了$5的。啊，所以呢，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实验的结果吧，就是周额度的1%，基本上就是$1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是$20的账号，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现在还有一次，大概是8月13号到期的重置，但是我准备再等一等啊，等到这个这一周就不重置了啊，就生生的让它去直接生成直接自动重置就好了啊。那么但是也有可能明天早晨就被重置了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好像是 OpenAI 把它的GPT 5.6免费开放给这个免费用户了啊，那么有可能它的 Codex 用户就会再涨一波。如果再涨一波的话，没准就能赶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就能赶上这个再次重置了，就又多了100万的这个 Codex 订阅用户。不仅使500 credit 瞬间没了 ，credit 就是诈骗。我为了充 credit，竟然还买了稳定币啊！这个没必要去买稳定币啊，这个充钱还是很容易的。充钱的过程前面咱们分享过啊，就是你去谷歌上搜索，就是苹果官网美国官网的这个gift card 的这个销售，然后它就直接给你导引到美国的苹果官网上，然后你不需要有苹果账号。直接说我要买，啊，买完了以后呢，用这个银联卡啊，就是你用中国的银联卡就可以付钱，付完了钱了啊，他就给了你一个，比如说$100的这个叫做gift card，然后你拿着这个 gift card，他是发邮件发给你啊，就拿着那个号直接到你的苹果美国账号上去输就完了，然后你就充了$100进去，然后拿那个钱就可以去往里去充这个 credit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好了啊，这个
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实验吧，算是。那么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要去讲这个，中美互相卡脖子，最后到底谁能胜出呢？啊，讲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对，北京好像稍微凉快一点点了，因为下了一场暴雨，下个礼拜好像基本上都是20多度了，夏天过完了。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中美博弈观察，中美互相卡脖子。8月4日，一篇没落地的小作文，为什么第二天就换来了中国一天的4道文件？先说说8月4号这件事吧。路透社发了一篇独家，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FCC， 正在起草一份新规，要禁止美国进口中国生产的新型号数据中心光收发模块，或者我们管它叫光模块吧。重点是800G 和 1.6T 这些高速的现有的还有就是 CPO 共封装光学啊，要把这个东西封掉。消息来源呢是4位匿名知情人，官方给出了理由，写得很吓人啊，防止中国企业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中断美国数据中心的服务。我先把这个事儿呢橙色说一下啊，这是一篇小作文啊，不是一份已经下来的文件。白宫没有回应， FCC 也没有回应，路透社自己的稿子里头还留了一句 FCC 仍然有可能改或者是搁置有关的限制。一份公告对装了外国系统软件的第二天呢是这个8月5日，中国商务部一天出了4道文件啊，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手疾眼快。一道公告对装了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扫描设备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为期12个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搞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前咱都没干过这事儿。一道公告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出口管制，2道禁令啊，一共是7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反制清单。另外还有一手，暂停委托在美国的认证机构做中国工厂的跟踪检查，一天4道，全部当天生效。一篇没落地的稿子换来了是4道当天生效的文件。这个不对等本身就是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的一个开头了。那首先呢，还要跟大家稍微科普一点点啊，光模块到底是个啥东西？很多人一看到光模块这个事情啊，想到的是这是不是一个光纤设备，就是电转光、光转电的一个东西啊？没错，这是对的。那为什么这样的稀奇古怪的一个东西，或者这么大众其实使不太上的一个东西，现在会引起这么大注意呢？因为现在全村最靓的仔是谁？就是数据中心建设，这玩意儿就是数据中心建设里头用的，对吧？那么中国这么多厂商，你又参与不到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里头去，那怎么办呢？只能拆开了揉碎了说，这个谷歌做 TPU 了啊，里头有哪些配件是在中国采购的？哪些上市公司赶快涨啊，对吧？然后人家需要光模块了啊，这是中国哪些公司生产的？股票赶快涨啊，对吧？因为中国很多人炒这块的股票啊，所以呢，让光模块在中国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么现在光模块被制裁了，那么讲一下光模块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吧。原来呢，云计算机房里的结构是很简单的，一台服务器拉一根线出来就完事儿了啊，直接接到交换机上，交换机接路由器，全机房串在一起，服务器之间要说话，数据从这台机器到那台机器，这套东西呢用了20多年啊，完全是够用的。AI 机房不行了啊 ，AI 机房干的活说穿了就是一个巨大的矩阵乘法，这活呢没法拆开了，算完了再拼，你必须让一堆算力卡像一块卡那样去工作。所以英伟达才去搞什么 NVL72、NVL144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机柜里才72块卡，让你编程的时候就好像是使用统一的算力池。那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很关键啊，
就是英伟达的机柜里头是没有光纤的啊，这个一定要说清楚。那个里边全都是铜，一整面的铜缆配板，5000根铜线加起来2英里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几十厘米距离啊，根本就没必要用光啊，光电转换你还是要消耗很多的能源的，对吧？如果把这些玩意儿都换成光的话，大概有20千瓦的电就直接给干掉了。一台机柜一共100多千瓦，一下多20%，这受不了啊！所以在内部就通通都是铜了。但是呢，你这一个机柜不够啊，对吧？人家都是几万块卡、10几万块卡，你要在机柜之间去把这线连起来。铜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速度慢啊，其实是没问题，可以拉得比较远。但是如果你速度很快啊，这个要求数据带宽很高的情况下，它拉不远啊，拉远了以后这个东西啊损耗很大，这个发热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来。所以呢，拉远了以后就需要上光了啊。那么如果是2台机柜之间，它就需要上光模块，把所有这个算力卡之间连在一起。那要多少个呢？一个 NVL72里头大概是200到260个光模块，对吧？它为什么有这么多呢？啊，因为你这边72个出去啊，就是每块卡一块卡一个出去了以后，那头交换机上还得有72个的接入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各种数据和连接，再加上网络，大概是200到260一克一台机器啊，所以它这光模块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需要连几米、10几米远的时候，就只能上光了，就是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然后那头呢再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啊，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2026年全球光模块预计出货是7000万只，其中800G 以上的是5200万只，平均每天全世界要用掉20万个光模块。那么好了啊，这个回到刚才那个理由上去，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中断服务，这个光模块真能干这件事儿吗？告诉大家，光模块干不了这3件里头任何一件啊，它是个裸设备。什么叫裸设备呢？就是里头是没有操作系统、没有软件的啊，基本上没有可编程的空间，你没法往里塞代码。它干的活只有一件，就是光信号进去，电信号出来，或者反过来，电信号进去，光信号出来。对吧？这个整个的过程，他连这段数据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啊，这个用高一点的电压、低一点的电压，他只能干这个。你让他偷数据，他拿啥偷啊？对吧？他像一根管子一样啊，管子里头流的是水还是油啊？他管子自己是不知道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有安全问题呢？啊，这个咱们讲了，光模块是没有安全问题的啊。咱这儿给大家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比哪个国家制造的要好使多了，不能说只要中国造的啊就有安全问题，美国造的就有安全问题，不能这么讲。但凡是可以进行远程维护、远程升级的设备，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对吧？如果你是个裸设备，这个东西没法写程序，也没法远程控制，那这个就不能有任何的安全问题。那首先啊，路由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有安全问题的设备。路由器它不是管子，路由器实际上是一台电脑，就是咱家里用的这种家用路由器，包括机房里用的这些路由器，它都是一台电脑啊，它有 CPU、有内存、有操作系统，对吧？是能跑程序的，能够自己更新自己。2足、4足的机器人啊，联网的电力逆变器，它都是可以远程控制、远程调电压，还有什么电动车、无人机啊，这些都是有安全隐患的。但是光模块真的没有。那么刚才咱们讲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本身都有一扇从外边打开的门，而这扇门呢，不是说谁坏给你装上的啊，它是被成本逼出来的。你想想，如果电信运营商全国有几十万台甚至上百万台设备，哪台出毛病了，你真派个工程师坐着飞机转高铁打摩的，然后到山沟里去拧开螺丝去修吗？这受不了啊，对吧？所以必须要进行远程维护。我在总部里可以看到，你可以重启，可以升级，对吧？这个才是有需要的。你像华为设备为什么被禁？就是华为设备都是有这样特性的，对吧？它可以远程去进行维护的，这也是它降低成本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啊。如果我都需要到现场去收拾的话，那你的整个维护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我印象里最早的家用智能路由器其实也是为这个事儿设计的。当时呢，各家都在装这个宽带，每家都可以上网。但是你想啊，
家里头都是老人，对吧？他搞不定路由器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就让小孩从远程去给他进行更新，去做一些设置，然后去进行重启，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这里头就有一个取舍了，你要让它便宜好用，还能远程去控制它，那你就要接受它有一扇从外边打开的门这样的一个不太安全的现实啊！你要它绝对安全，那你就每次出了问题派人去现场，那成本高的就没边了。这两套东西呢，咱们讲完了啊，你自己判断。但是请注意啊，全世界所有厂商都面临这个取舍，不光是中国厂商，因为你想要去降低维护成本，你就必须给他留这个后门。所以美国这份清单里头呢，有真的，也有假的啊。有些东西是真的有安全问题的，有些东西是假的。真的那一类呢，是能够远程升级的，光模块这种裸设备属于是假的，而恰恰是因为有真的，所以假的才是一件更像样的衣服，可以穿起来。你要撒一个大谎，在前面先得说9句真话。这里呢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要说清楚，因为它决定后边所有的判断。这份光模块草案到底是禁止中国生产还是中国公司？小作文里头没有写清楚。路透社的表述是中国制造商的新型号，实际上限制的是这公司。彭博社转成了新的中国光收发模块，这个呢就有可能是中国生产，还有些媒体写的是中国制造的。这3种说法指向了3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而他要走的程序是 FCC 现有的覆盖清单加上设备认证那一套。FCC 7月28日做机器人和逆变器那一次，官方口径写的明明白白，是按照生产地和生产环境来划分的，不是按照制造商的国籍来的，而且不限于中国，所以按照机制推断，大概率是落在生产地上。但是草案没有出来之前啊，谁也不敢打包票。那美国到底卡了中国多少项脖子呢？卡了多少项呢？大家注意啊，卡脖子这个事儿，不要老想着说，哎呀，我不卖给你芯片了，我不卖给你光刻机了。不卖跟不买都是卡脖子，对吧？所以美国卡中国很多脖子是我不买你什么东西了啊，咱们要把它都数一数。现在呢是一共5项，第一项是无人机。2025年12月22日 ，FCC 也就是这个通讯这帮人啊，把所有外国生产的无人机和关键零部件整体列入了覆盖清单啊。这一项要展开来讲啊，这一项呢要展开来讲，因为呢它最有代表性。首先，它进的是新型号，不动存量，已经拿到认证的照样卖，库存里头卖完了为止，你手上那台照样飞。为什么不敢动存量？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大家想想啊，如果他宣布现有的无人机不许卖了，那必然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在剥夺经销商和消费者手中的资产。对吧？这个在美国是不允许的。资本主义要讲什么？个人资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吧？如果美国政府干了这个事儿，他会被告的，对吧？而且告完了以后十有8九会输。中国这边是不一样的啊，中国是可以随时剥夺商家和顾客的财产权的，一纸文件下来，你手里的东西马上就废了。美国政府没有这个本事啊，这个他们估计很羡慕咱们啊。所以呢，他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回收。他不敢断你的现货，只敢断你的未来。第二个，为什么偏偏今年的新产品给你卡死了呢？这里边有个东西，很多人其实没有注意到，问题一半是出在中国自己这边的。因为我自己有无人机啊，然后被管的也是很死。中国民航局出了新规，从2026年5月1日起，所有新生产的民用无人机都得具备运行识别发送功能。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在运行全过程主动报送自己的身份、位置、速度、状态，而且是双通道，广播式加上网络式一起来去报送。存量无人机要在5月1日之前加装识别模块，不加就禁飞。所以呢，以后任何人买了这样的无人机，他只要飞起来，就在实时的向中国民航局
汇报我在什么地方，我的速度是什么，我的状态是什么，对吧？而且大疆无人机上还带着一个巨好的摄像头，对吧？4K 60帧的高清摄像头，拍的巨漂亮。那这个美国人肯定是不乐意的，对吧？中国为了自己管得住天上，要求每一架新无人机起飞之后都能够往回报位置，而且这个报是1秒钟报一次。这个功能对于中国的空管是必要的。可是你落到美国审查员眼里是什么呢？是一台从中国出厂，天生就带着实时联网上报能力的飞行器，这不行啊。所以呢，今年的新品确实比往年更难过审，这不是美国人凭空找茬啊，这个确实是我们把它变得更加的不可靠了一些。当然了，美国也做了一些豁免啊。美国这套体系呢，有非常实在的一面啊，他自己真造不出来的东西啊，他是真的给你放行。2026年1月份 ，FCC 发了一个为期1年的豁免啊，豁免期是到2027年1月1号。是所有已经登录名录的合格的国产最终产品从覆盖清单里头直接摘除，同时呢，其他非美国无人机给开了一条有条件核准的通道。农业植保这一块，因为规则只管新造出来的机型不追溯，所以农户手里的机器可以照飞不误啊，这是没问题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么个口子呢？因为他也没办法，美国联邦航空局自己研究出来的数据摆那儿了，美国空域里头被探测到的无人机96%是大疆的，对吧？这个数字肯定是超出你想象了，对吧？农业植保、警察、消防、电力巡线、房产测绘，基本上是骑在一家中国公司身上飞的。你要真一刀切了，第2天消防队就得上访或者来起诉你，这不行啊。大疆自己也算了个账，现有14款产品认证现有14款新产品的认证受限将损失7亿美金，25款新品进不来啊，再损失8.6亿美金，一年15亿美金就不见了。这个数字是他自己说的啊，咱们姑且听之。但是大疆已经在起诉美国政府了，这一条是真的啊。就美国政府你可以起诉他，在中国政府你起诉他别开玩笑了。对吧？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么第2个东西就是路由器啊，这个2026年3月，消费级路由器列入了覆盖清单。这一项咱们前面讲过啊，路由器确实是一个不太安全的东西，因为中国产的路由器为了降低成本，它里边经常是装一些旧版本的开源软件，可能稍微修改一点点，但是你旧版本嘛，可能很多的漏洞都还在上面放着。对吧？不一定是中国政府想干什么，黑客也可以在里边干很多事情。这个玩意儿呢，确实没那么安全啊。第3项是机器人和逆变器。2026年7月28日，先进机器人设备加联网的电力逆变器啊一起入列。逆变器为什么危险？因为它现在都是数字化联网，能够远程调节电压、调节输出，那就是能够远程动电网了啊。这一项确实是不太安全。第4个呢是涉疆的43家企业，2026年7月31日给它放进去的，8月3号生效。总清单啊从144家涨到了187家，一次加了30%，是这份清单设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容。这一项跟前面几项完全不是一个逻辑。前面几项呢都是说，哎，我给你设一个限制，现在还可以卖啊，3年以后可能慢慢能够转过来。这一次涉疆企业这个一生效，你的货当天就卡在港口出不来了。而且这次榜单上的名字呢，就是涉疆企业这名字里头有几个特别好玩啊，恰恰瓜子儿啊，同批的呢还有啊做速冻水饺的思念，以及呢做男装的七匹狼。国内的段子是嗑瓜子儿让美国人破防了，这个段子好笑啊，但是它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美国给恰恰瓜子的定性是什么呢？是依据的是涉疆法案啊，这个具体是多少咱们就不念了啊。理由写的也很清楚，有合理理由相信这家公司从新疆采购了红枣、葵花籽、西瓜籽和坚果。啊，被针对的不是瓜子，而是原料的产地。新疆是中国最大的葵花籽和红枣的产区之一。你要做这门生意，原料你基本上是绕不开新疆的。
七匹狼也是类似啊，就是它里头用新疆棉。至于思念水饺的话，估计也是使用了这个新疆的一些原料。那么这一手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叫做可反驳推定啊，就是海关默认你的东西是有强迫劳动制造的，先扣下来再说。你自己想进来，你要自己拿出清晰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把整条上游供应链的单据全都摆出来啊，举证责任是反过来的。在法庭上是控方证明你有罪，但是这份清单是举证关系倒置啊，你要自己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说我这个葵花籽到底是哪儿长的啊？不是强迫劳动的。更狠的是什么呢？这43家里头，一大半都不在新疆，在什么山东啊、江苏啊、河南这些地方，一共10多个省。它真正的作用是要让所有没有被点名的中国出口商从今天开始，要自己花钱去自证清白。第5项呢，就是咱们今天讲这个光模块，2026年8月4号草案阶段，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咱们就不再细说了。所以你把这5项摆在一起看一下啊，无人机、路由器、机器人、逆变器、光模块，这不是5件事，这是1件事。这5样合起来，正好是一个 AI 数据中心从电网到机柜的全套骨架。逆变器管进来的电，机器人管这个巡检搬运，光模块管里边的通道，路由器管外边的接入， FCC 呢是一格一格的把中国造的数据中心零件从美国图纸上抠掉。但是我们要讲一下不要把美国当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对吧？很多人上来说，哎呀，这个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为什么不守信用？千万不要这么想啊！你会看到川普总统一边说我喜欢中国我跟谁谁谁关系很好我在中国的访问很愉快，我希望9月份还可以再见面。另外一方面呢，贝森特呀、卢特尼克这帮人呢，还在不断的来谈条件，对吧？但是同时底下有一堆的各种各样的部门在拉各种各样的清单，就是美国的清单的种类极其复杂。商务部有商务部的清单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是 FCC 自己有一套清单，国防部有1260H就是这个咱们前面讲过，国土安全局呢还有这个涉疆清单，这4份清单呢分别建立，标准不一样，程序不一样，后果也不一样你要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人在说话，那这哥们儿肯定是精神分裂的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好几十个部门相互之间牵制，每一个部门后面可能都站着一堆供应商，这才是关键。每一个部门后面都有一群靠这个部门吃饭的公司，这些公司请得起院外集团可以去游说，天天在国会山在监管机构之间跑来跑去，替自己的利益说话。谁的游说做得好谁的名单就落得准。所以呢，这个里头安全有没有？可能有但是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意识形态有没有可能也有，但是最终其实起作用的是什么？是贸易，是生意，是钱这个玩意儿才是美国运作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出来的结果必然是不同部门出不同的名单，写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制裁手段，砸出不同的这个效果来。有的是真的有安全问题，有的纯粹就是个立场，但是更多的还是生意。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这个差别有多大了。同样是限制中国产品这一件事儿 ，FCC 那条路走的是设备认证我不给你发证你就进不了海关这是掐死了。国防部1260H 那条路呢，走的是采购和名誉上了榜了，你还是能卖的，没问题，只是美国政府不能买你的了。而且投资机构看的这个名字会犯嘀咕这是掐个半死。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涉疆清单这条路呢，是举证责任我先把你的货扣上，然后你自己去证明清白，它是完全不同的玩法。所以有的是掐死了，有的是掐了个半死像最后这个是属于拖死你，就是给你搁在海关里头，让你自证清白，是3个部门3套法条3种后果。你要是不分清楚了，你就要问到底是进了没有？这种问题是没法回答的只能回答是有的进了，有的没进，或者有些是让你知难而退，对吧？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来讲。而这些部门后面站的公司诉求也各不一样，
有的呢是想把中国对手挡在门外啊，那他推的就是全面封禁；有的呢是自己还从中国进口零部件，那他推的呢就是留个豁免通道；有的干脆就是说，靠这帮企业给这帮企业做合规啊，然后去吃一些这种中介服务的费用，对吧？你不能自己进来卖，你得让我替你去卖啊。这个史密斯专员还是要挣钱的。那么他们呢就希望规则越多越乱越好，对吧？那么只要规则特别乱了，他就说我来替你做合规吧，我来去替你做这个认证吧，啊，他想去做这种事情。苹果呢现在就卡在这个结构里边了，他想买长芯存储的这个内存啊，还跑到长芯来压价，结果谈了半天呢，啥也没谈明白，因为长芯就在1260H 那个清单里头去，对吧？这个所以对于苹果来说，这事儿也是很痛苦的。那么真正想要的呢，就是美国其实并不是想要断供啊，而是想让中国货不在中国生产。这什么意思呢？啊，这个美国这一整套动作，目的从来不是让美国用不上中国货，而是让美国用上的中国货不是从中国造出来的。不信你去看看中国厂商是怎么做的，中继续创、新易盛、光讯科技。这就是中国光模块的3个最大的公司，大概能占到美国的所有光模块1半以上的产量。从2025年起，陆续在泰国建厂投产，最高端的专供北美的 1.6T 模块从东南亚发货。新易盛2025年年报里写的88%的营收来自于泰国厂区，超过94%收入来自于海外。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光模块的这种东西进入到他清单里头去，没准就是他们仨干的啊？为什么他们仨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这个，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去了泰国了，对吧？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事儿搞明白了，那么其他还没有在海外建厂的这些中国公司的产品就被挡在门外了，他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卖东西了。所以中国的这种商业逻辑，大家需要换一个思路去理解。对吧？就像是中国明朝和清朝都有海禁啊，这个片板不得下海，但是海里边跑的商船也都是江南士绅的，海里跑的海盗也是他们家的，但是他就要去跟皇上讲说，哎呀，这个人一旦出去了以后，就有可能另立朝廷，对吧？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怎么可以呢？咱们啊，这个片板不得下海吧，就来搞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也都是用这个冠冕堂皇的方式来去讲这个事情啊，但是最后达到的目的呢，都是利益和贸易。我个人的判断是，最后大概率落在原产地上啊，就是它是这样来去封禁的。为什么呢？因为落在原产地上，双方就都可以下得来台了啊。美国可以宣布，我把中国产的数据中心的核心部件挡在门外了，中国厂商可以继续挣钱，只是挣钱的地方从苏州换成了泰国的罗永府。美国拿到了叙事，中国厂商保住了利润，谁都没输啊，这就是政治。但是那些跑得慢的中国厂商，哎，对不起啊，你们要往后站一站了。而且这一手呢，对美国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好处要比挡住谁更重要一些，就是他把中国的产业往外撬了。你想想啊，中继续创在泰国建一座工厂，钱是中国的，技术是中国的，可税是泰国收的。工人是泰国的，配套的电镀厂啊、包装厂啊、货代公司啊，也都是泰国长出来的。头3年的泰国人是给中国老板打工，等到5年，泰国本土是不是也会有一批人能够自己封光模块了呢？等到10年，泰国会不会冒出一家新的光模块公司来呢？这个很正常呀，因为中国这些东西就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么美国不需要自己来造出光模块的，它只需要让这个东西不在中国造出来。多一个能够造光模块的地方，中国那张牌的分量就会轻一些，这比自己砸钱去建厂生产要便宜很多，而且钱呢还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头拿着啊。所以呢，这是一整套动作，它真正的名字不叫封锁，叫产能外迁的加速器。所以呢，就要说我们观众给我有一条留言啊，这个前2天有一位先生给我去留言啊，说老范啊，你要更新知识库了啊！
欧洲现在很多衣服早就不是中国大陆生产了，而是东南亚和越南生产的。啊，这位朋友呢说对了啊，但是说对了一半，而且呢不是最重要的一半。你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大概率还是中国人生产的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中国老板生产的。只不过这个中国老板把工厂从东莞搬到了越南、柬埔寨、印尼，厂房换地方了，机器还是那批机器，管理层还是那批人，上游的辅料、拉链、面料一大半还是来自于中国，变的是原产地证书，没变的是整个这条供应链。那这对于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短期是个好事啊，关税绕开了，禁令绕开了，利润还在中国公司的报表上。长期呢麻烦就很大了，因为工厂搬走了，税呀、就业呀和围绕工厂长出来的整套的产业链、生产链啊、生态链啊这些东西呢是搬不回来的。越南人学会了做这件衣服，泰国人学会了封装光模块，那今天他给中国老板打工，5年以后呢？中国当年也是这么起来的呀，对吧？我们最早是给日本人、给台湾人、给港商打了10年工，学会了咱自己干了。你今天在别人家教出来的这些徒弟，就是你10年以后的对手。这句话中国人应该是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就曾经是那个徒弟。这一块呢，咱们后边还要讲啊，后边有一节叫牌桌上的第3人，咱们后边再展开讲。那中国卡了美国几项呢？卡脖子，咱们刚才讲了分2块，一块是我不卖给你啊，另外一块是我不买你东西啊。那么不卖好理解，那不买为什么是卡脖子？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买卖是2头都要命。中国现在是产能过剩，加上消费疲软，国内吃不下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必须靠国外市场才能把整本账给你盘活。所以美国说我不买你光模块了，那是掐中国脖子。反过来，中国说我不买你打印机了，我不许中国公司跟你做生意了，掐的是美国这些公司的脖子啊，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不买不卖都是卡脖子，而且两边都是2头用力，你只盯着谁不卖给谁了啊，这盘棋就看不明白了。好，中国呢卡4项，第1项不卖的啊，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8月5号那道公告里头。不是全面禁止，原文写的是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啊，是写了这样一句话。那么这个字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来申请啊，但是我一个一个看，而且我看得很慢哦。啊，禁止是关门，逐案审查就是把门还留一条缝，然后我坐在门口啊看心情。很多国内的自媒体把这件事情讲成了中国全面禁止无人机对美出口。这是不对的啊，而美国那边也不是全面禁止大疆啊，新型号你拿不到认证是不能卖的，但是老型号可以照样卖，两边都是把门留了一条缝，然后各自在门后边朝对面喊得震天响。第2项，不卖关键矿产，这个呢是已经很多年了啊，就是我们各种的什么稀土啊，各种的什么钨啊、钼啊。铟啊等一大堆的这样的东西，我们确实是不卖的啊。但是这一块呢，2025年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就2025年11月9号呢，做了一次暂停，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禁令做了一次暂停啊，然后一直要暂停到2026年11月27号，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是在卖啊。第3项呢是不买啊，中国呢不买进口打印复印设备了。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前呢我们都是拍脑袋啊，我不卖给你这个，不卖给那个，叫两用设施，你可以拿这两用物资啊，你拿这玩意儿去造军火了，我不卖给你啊。但这一次呢，我们是真的去做安全审查了，检查对象就是装有外国系统的软件的，具有打印复印功能的进口办公设备。这个事情呢要检查12周啊，要检查12个月啊，说错了。第4项是不买，是7家美国实体啊，这一项最好玩，咱们多讲2句。这7家是谁呢？叫应用 DNA 科学公司、地层水库公司、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责任商业联盟、维泰集团以及单独点名的美国合规测试公司。那这什么意思呢？
还记得刚才咱们讲这个浙江产品吗？啊，他们干的是什么？就是检测和溯源。你给我棉花啊，给我这个7匹良的裤子，然后我就给你检测一下你的棉花，通过 DNA 鉴定是新疆棉啊。你给我恰恰瓜子啊，我通过这个 DNA 检测，你这个玩意儿是新疆的这个葵花籽的品种啊。他干这样的一个事儿了。那么美国海关说了啊，你去挨着个自证清白去啊。那么中国说，任何人不许跟他们做生意啊，不许上他们那儿去自证清白。大家注意啊。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里头，其实是是非非都是来自于中国人身上，就是举报他们的可能也是中国人，啊，那你举报完了以后，肯定想什么呢？你进不去了，我得进去啊，对吧？我要去把你的市场给你吃掉啊，啊，那现在中国政府说了啊，谁也不许去，对吧？你不是举报吗？啊，你想去吃这个市场，谁也别去啊，谁也不许上他们那儿去做认证去。咱们到现在就是啊，这个。整个盖一块布，所有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对吧？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新疆来的，谁也不知道，你也没法证明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些公司呢，这个日子肯定就难过了啊，因为原来他是等着这些公司自己送检，甭管说我是检自己的产品自证清白，还是说我去举报竞争对手的产品啊，我要举报说他这个是来自于新疆，你都是由这些公司来出钱的。那你说不能是这个美国政府出钱让他们抽检吗？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他原来没有这笔钱啊，因为美国政府就说我把你都扣着，你们自己自证清白去吧，他压根儿就没这预算。就算他有，他能挣多少？那他做不了多少的啊。所以这些公司估计后边的日子就难过了。要么你就都别买啊，要买你就通通都放行啊，我就不让你去分辨谁是谁，对吧？他玩了这么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那么这就是啊，中国限制美国的东西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在讲牌桌上还有第三个人啊。前面呢，咱们讲的牌桌上坐的是2个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么第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印尼和非洲这些国家。中国这一轮之所以有底气，靠的不是工厂，而是很多的技术，什么加工技术、冶炼技术在咱手里头。啊，比如说矿啊，咱们现在四处去限制人家稀土，限制这些重稀土的这些东西，这矿不在中国，这矿好多是在非洲的，有的在印尼，对吧？然后我们是把这矿采完了以后送回中国来去冶炼了，对吧？为什么中国冶炼？因为这东西很贵啊，而且非常消耗能源。我们有电嘛，还有就是很污染啊。那么他们原来不愿意干，我们愿意干，所以它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套东西呢，20多年就一直这么下来了。啊，你们不愿意干，我干呗，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成了世界工厂。那现在印尼跟非洲出什么事儿了呢？他觉得，哎，我们也该技术换市场了，我们也该走这条路了，那咱就卡一下呗。这个肯定是美国在后边使劲了，对吧？都卡在中国手里头，这个今天蹬一下这个，明天蹬一下那个，我受不了啊，这太难受了，对吧？咱们让印尼也好，让这个非洲也好，你们有这些矿的国家啊，你们去这个自己去提炼这个矿物。啊，然后我就这个不需要看中国脸色了，对吧？那么咱们先说印尼啊，2026年，印尼把镍矿生产配额从3.79亿吨砍到了2.5到2.6亿吨啊，降幅达到30%。中资最集中的维达湾矿区配额从4200万吨直接砍到了1200万吨，直接砍到了70%。5月中旬，因为配额使用完了，被迫停产了。印尼要的东西很朴素啊，就是你别把矿拉走，你在我这儿炼，而且他觉得自己是稳赢的啊，因为机器你都运来了，对吧？这个厂你也建好了，几十亿你都建好了，我掐你的配额，你能怎么样？你最后只能是把机器给我留这儿，对吧？然后咱们再谈嘛。结果这一次玩砸了啊！2026年6月，苏拉维西岛上一家中资施法冶炼厂。把一条建了2年多的镍钴前驱体产线拆得干干净净，自己又掏了1.1个亿啊运费，直接把全套设备都拉回国来了。啊，一整条产线从反应釜到管线到控制柜，一件一件拆下来，打包装船，自己出钱运回中国。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什么？我宁肯白扔2年工期和一笔运费，也绝不留一颗螺丝给你。那中国赢了吗？肯定没有啊，两边都输了。印尼没拿着技术，还赶跑了投资，对吧？菲律宾接过了全球最大镍矿供应国的位置，
中国这2年的工期肯定打了水漂了，1.1亿的运费也是完完全全亏进去了。产线拉回来呢，还得重新找地儿去安置，对吧？这个肯定是一个亏钱的事情。再说非洲吧，2026年8月6号，也就是昨天，刚果金发布行政指令，彻底禁止铜精矿和钴精矿的出口，同时对矿业副产品开征新税，计税估值系数是55%。注意，禁的是精矿，也就是你还没有炼的那个半成品，就是你筛选过的这些东西是不允许出去的。但是你说我炼好了的啊，这个阴极铜、粗铜啊、氢氧化钴这些炼制的成品，你是可以是出口的。翻译成人话就是你可以在我这儿炼完了再走，但是你想拉回去自己去炼不行啊。他搞了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但是非洲这一手呢，要比印尼那个要费劲一些啊。为什么？因为那边的政府本身也没有那么稳定，除了中国人，也没有人愿意在那个地方花钱去修路、建矿、搭电网。中国走了以后啊，他们短期内自己是整不了的。就算西方人愿意接啊，在那种环境下把矿建起来，把冶炼搞出来啊，也是极其费劲的事情，短期内根本搞不定。而且他们当地还在打仗呢，那边有一群操着河北石家庄口音的黑人军官，对吧？这帮人早年在中国受训，留学回来以后，对吧？在当地带着队伍四处在打呢，所以他们这些地方最后能变成什么样还不好说啊。所以在这里做一个判断，短期内呢，中国拿不到这些矿，但是欧美也拿不到，这不是谁来接盘的问题啊，这是暂时谁都别想动的一个问题。说到这儿呢，是这一节真正的重点啊，这也是美国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制造从中国逼出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世界工厂这个位置啊是有顺序的，而且它一直在搬家。最早的世界工厂在哪儿？是英国。就世界工厂这个词儿最早就是给英国造的，对吧？一直到1战之前，这个位置都是英国。后来呢，在1战以后，德国跟美国同时追上来了。德国在钢铁、化工、电器这几块超过了英国，然后德国把这条路送去打仗了啊，就是直接把世界工厂的产能去打仗了，位置呢就归了美国。2战以后呢，因为美国要去打冷战啊，要去做很多事情。他把这个很多的产能转去了日本，再往后呢是这个亚洲4小龙接棒，再往后才是中国。现在美国想干的就是把这个位置从中国身上再挪走一次啊，挪到东南亚，挪到印度，挪到非洲和南美。所以你回头再看前面讲的这个事情，逼着光模块厂去泰国建厂，逼着服装厂去越南，撺到印尼和刚果金自己去搞冶炼。这不是一件孤立的制裁，这是在做同一个动作，不同的侧面，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中国当年怎么做的这个位置上了，是用了20年啊，一步一步拿市场换技术换回来的，这个活没有捷径。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这一次往外去推的这些人啊，其实也是一帮中国人。在泰国建光模块厂的是中国老板，在东南亚建电池厂的、建电动车厂的是中国人，在印尼搞这个炼镍的这帮人啊，不管是镍矿的拥有者，还是给他提供全套技术的那家公司，你往下扒一下，全都是中国人。印尼最大的本土镍企之一叫 Harita， 这个 Harita 集团控股是林氏家族，典型的印尼华人财团。他那座全国第一的高压酸浸这个话说的这么费劲呢，叫酸浸精炼厂，合作方是中国的力勤资源，对吧？所以打来打去都是中国人在打所以这不是外国人要把中国人赶走，是一帮华人或者是中国人正在亲手把中国制造搬到中国之外去。那这个剧本咱太熟了，中国成为这个世界工厂那20年，厂是谁建的？是香港人、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人，就是亚洲4小龙，他们跑来建的。他们在珠三角、长三角来建厂，技术是他们带来的，管理是他们教的，第一批车间主任、工程师是他们培训出来的。
他们当年也不是来做慈善的，他们也是要找一个便宜地方来生产东西。今天同样的故事换了个地方，重演了一遍啊！只不过这一次呢，坐在教室里头的是越南人、泰国人、印尼人，站在讲台上的是中国人啊！咱们还是在做这个世界工厂迁移的事情，就是美国现在说咱们赶快迁移啊，你搁在中国手里头我们不放心啊，在干这个事儿。那这两个国家到底在争什么呢？上来先把两边的问题都摆开了啊，不然分析全是空的。美国现在呢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第二个问题是大规模的算力中心基建，还有就是正在打仗，而且很多弹药已经快造不出来了。中国现在其实也是有3个问题，第一个叫产能过剩，第二个叫消费疲软，第三个叫政府化债。现在呢，咱们看看两组问题是怎么咬在一起的。中国需要靠美国通胀、算力中心建设和打仗，把自己过剩的产能给它消耗掉，把钱拿回来化债，同时争取时间解决消费疲软的问题。而美国这3个问题恰巧是中国3个问题的解药，反过来中国的产能也恰巧是美国3个问题的止疼片，对吧？这个耦合是非常紧密的，互相掐脖子，两边都难受，谁也离不开谁。咱们看看美国的3个问题有多硬。第一个就是他要去建数据中心，对吧？那内存2026年第2季度常规 DRAM 的合约价格涨了58%到63%，NAND 涨了70%到75%，一季度涨了1个季度涨了6-7成。SK 海力士2季度的毛利率是83%，历史最高，对吧？那么营业利润率是76%啊，给大家一个参照物，这83%到底有多高呢？大家要知道，茅台今年1季度的毛利率是89.76%，一家卖内存条的，它毛利率快追上茅台了啊！这个你说这玩意儿有多夸张吧？那为什么不扩产呢？啊，这个说法不对啊，他们再扩。美光今年资本开支135亿美金，涨了23%；SK 海力士是205亿美金，涨了17%；三星是200亿美金扩产，涨了11%啊。SK 海力士的 M15X 新厂已经在爬坡了。问题是扩产这件事啊，它快不了。一座新的晶圆厂从破土到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洁净室的空间是硬约束，美光的新厂要等到2027年才能出货，而 AI 算力中心的需求这2年就爆了，扩产的速度追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那谁能够大干快上玩命扩产呢？只有中国。中国干这块是最快，钱到位、地到位、人到位，三班倒啊。那可是中国有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光刻机和一些基础材料被卡脖子了，扩不起来。那你看绕一圈又绕回来了。正因为中国这块被卡着不能扩产，所以全世界内存才这么贵。这就是存储为什么一直是一个周期性行业的原因。扩产供大于求，价格下跌啊，甚至它亏钱，存储厂啊这个只能是停止投资。那等到缺货的时候再涨价再扩产，这个轮子已经转了20年了啊。所以为什么你去看三星、SK 海力士他们的 PE 这么低，就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后边什么时候再跌下来。那么这一轮最好的一出戏是什么呢？是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对吧？美光的首席商务官萨达纳今年6月份对《华尔街日报》说了一大段话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上一轮低谷的时候，美光没有钱扩产，因为利润率都负的了，我亏钱了。而这里头有一部分原因是有几个客户在拼命压价。实际上这几个客户说的就是苹果，没有别人，对吧？不好意思点你名而已。你把这条线捋一下你就知道了，当年苹果凭着订单量大，一轮一轮压价，把存储厂的利润压在地板上了。存储厂没有钱扩产，2023年行业投资大面积关停，不再做新的扩建了。现在需求爆了，产能不够了，定价权就到卖方手里头了。那媳妇儿熬成婆了，这个时候不拿捏你一把还等什么呢？对吧？现在的规矩是长约啊，你要货可以把2027年、2028年的量按照现在的价格给我锁死。这个吃相说实话是比较难看啊。
难看到英伟达都被逼急了，开始想办法在架构里头降低 HBM 的用量了。但是你一边要去这个稍微调整一下架构，另外一边你还得哄着这帮人，对吧？说哎呀，这个你们日子过得辛苦了呀，对吧？这个还是要以前面委屈你们了呀，咱们以后要一起来去奋斗啊。反正黄仁勋属于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一头再说到长新存储这里头有一句话，就是韩国有一个媒体报道了，说他给这个苹果的报价比三星和 SK 海力士还要再贵一些为什么呢？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它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成本确实要高一点它的成品率它的良品率、制成速度跟三星、海力士比起来还是要差一些。摊到每颗芯片上的成本一定是要比三星和 SK 海力士贵的当然现在这个毛利率下头呢，成本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你想它都是70%、80%的毛利率，你这个成本贵一点能有多少嘛？第二个原因，它得给华为、小米留货呀，对吧？长新的产能已经被国内厂商长期合同锁得差不多了，它不能因为把货给了苹果，最后导致华为、小米这些国产货国产手机没有货，对吧？这个你在国内搞这个事儿是不行的，特别是后边还有国资，对吧？有合肥国资在里头，你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第三个其实才是最关键的，他也不敢降价，对吧？大家想想，整个行业里头真正撑住存储为王的是谁？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对吧？你长新存储在里头只是个位数的占比，也就占个7%。你要敢降价，敢把这个价格同盟给它打破了，那剩下3家要想收拾它太容易了。所以他必须把这个位置站住了，绝对不敢降价，对吧？这是对于美国建设这个算力中心的内存这一块它现在非常非常痛苦。第二块是什么？电呀，对吧？这才是真正的天花板。大型变压器交货周期3到4年，燃气轮期更低一谱行业普遍是5到7年的积压，就是你现在说我想买一个燃气轮机回来给我发电，对吧？7年以后见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2026年计划中的美国数据中心3到5成可能因为电力设备不到位需要延期，而今年数据中心资本开支是多少？7500亿美金。那么这个里头可能有一半建完了以后没电用这个也是很吓人的。如果这件事情成真了的话，那 AI 股就又要崩一次大家一定要小心。第3个是什么？就是要打仗美国陆军在德州建了一个155毫米炮弹金属件工厂，实际上就是造炮弹壳了。通用动力承建，2024年5月剪的彩，花了这个4.69亿美金，到2026年3月为止，交付合规的壳体是0一个也没交出来。你各种卡脖子卡来卡去，你就真做不出东西来，对吧？然后就有了7月底这件事有媒体报道，在戴维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川普当着一屋子人冲着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了火，说弹药不够你不跟我说我以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赫克塞斯当场甩锅给了副国防部长甩锅给了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行政当局后来否认了这个报道但是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川普后来确实发火了，可他发火的对象不是这个报道是假的因为川普经常喜欢说人是 fake news这次他没说，而是什么？这个报道是怎么被捅出来的？他认为这些消息会削弱他在伊朗谈判的时候的地位这个说法是假的吗？你骂的是造谣一个说法如果是假的，那你应该去骂造谣一个说法如果是真的，但是不该说，你骂的就是泄密了，他骂的就是泄密。好了，美国的3个问题说完了，再看看中国这边。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消费疲软、政府化债，而目前唯一还在涨的一根柱子就是出口，所以我们必须靠出口这段时间把整个这盘账盘齐。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出口总值破了25万亿，其中呢，集成电路出口了1772.8亿美金。这个同比增长了96.1%，6月单月成为中国第1大类目的出口商品，一片大好，对吧？再看一个数字，上半年集成电路出口的数量只涨了7%，
5月份是出口了307亿个，涨了2.1%，可金额涨了107%啊，100.7%啊。存储部件出口的数量甚至同比还跌了近1成，那怎么挣出这钱来呢？靠涨价涨出来的，对吧？我们卖出去的集成电路其实变少了，但是呢，我们价格变贵了，所以导致啊，这个集成电路这些芯片是中国出口第一大品类。所以呢，我把这个结论说透了，中国现在手里头只剩下最后2张牌了，一张是关键矿产，一张是这轮涨价撑起来的芯片和电子元件出口，剩下的那些东西是出不去的，产能过剩的，卖不掉的，只能压在国内的。这2张牌一旦打掉了，后边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因为关键矿产打出去了，等于是催着印尼、非洲加快自己链。芯片这张牌本来是老天爷赏饭吃，三星、SK 海力士他们都去做 HBM4E 去了。一旦他们2027年放量了，供需一反转的话，那这个数字就会掉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姿态很硬，但是每一道文件都要留口子。无人机那个上头写的叫逐案从严审核，不是禁止，对吧？这个镓、铢、锑这些金属写的是暂停，不是取消，对吧？因为中国比谁都清楚，路走绝了，先没饭吃的是自己。最后还要说一件事情，不然你看不懂中国8月5号为什么那么快。川普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谈判之前虚空造牌，是吧？很多原来不存在的事情，他会在谈判之前突然设置一大堆障碍，然后等坐到桌上以后，他说：“你看，我把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问题都是自己造的。所以中国一天4道文件啊，从严审批，启动首例国家安全调查，这一整套就是为了应对虚空造牌的啊。你造一张，我也造一张啊，到时候咱们一起来撤，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9月份两边是要见面的，现在两边所有的动作都在为两边见面在准备新牌。那到底谁赢了呢？短期看中国会赚便宜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中国企业更狠一点。中国企业向来是什么？我不管我活不活，我要你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美国企业包括全世界其他国家企业没有这么狠的，中国企业真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玩法。第二个是政府特别狠，美国政府下一道命令要想着说每一个受影响的企业的诉求是什么样的，照顾不到就有可能吃官司，因为这些人真的会去告美国政府。现在大疆就在告美国政府。中国这边一天4道文件，从决策到生效中间没有听证，没有评议期，没有诉讼窗口，下边甭管亏多少钱，都是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谁敢去告中国政府？没有的，对吧？长期来看，比的不是狠，而是修复能力。美国那套让他在战时反应迟钝的东西，法治程序，企业能够告政府，恰恰是他平时能够不断做出新东西的原因。而中国政府一声令下的效率现在确实很高啊，但是代价就是企业不太敢做长期打算。这个不确定性是要在资本成本上算钱的，短期看不出来，10年一定能够看出一个结果来。这是2台不同的机器，中国这台机器起步快，加速猛，一脚油门踩到底，但是油箱是有底儿的。美国呢是起步慢，老熄火，可他每次熄火旁边都有人抢着给他加油，因为给他加油的人自己也要靠他来挣钱。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你想要在1年之内看到结果，中国会占很大的便宜。如果把尺子拉到10年、20年，美国那边有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点。那么结尾吧，这2句话呢，就是咱们前头讲中美这2句话，有一个前提，就这2家还要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要谈，而这个前提呢，正在被大家一点一点拆掉。真正动的东西不是这2个国家之间，而是在别人的国境线里面。那是一批人正在把中国20年前的作业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抄的成抄不成这个事儿咱说不好。我只知道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上所有卡脖子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
哎呀，居然有300多个朋友来听我闲聊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评论了啊。对，好像北京已经凉快一些了。是的，忘记明天重置了，快登啊，好吧。我昨天 Codex 用量用完了啊，先是遭遇 Credit 诈骗啊，怎么个诈骗法？然后尝试用 Minimax Code 想平替，但是 M3真的就是个弱智。我今天是在用 Kimi 啊，我今天把 Kimi 的额度也用完了，然后呢再用 Cloud Code 啊，这个我 Cloud 那个$20的正好是到周五重置啊，到今天上午它被重置了，我还是很开心的。所以今天的稿件是由 Cloud 协助的。这 Codex 接 DeepSeek 好像效果不好。其实 DeepSeek V4 Flash 0731那个版本使用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小贵的，因为 DeepSeek 特别啰嗦。光模块技术上有远程攻击的可能吗？没有，基本上没有。点赞啊，欢迎。这是直播念稿吗？不是啊，这个稿是我今天写了一整天写出来的。终于赶上了啊！但是今天我这边网络有点卡，对，最近确实是有一点这样的问题啊，就是8月5号好像梯子啊，不是梯子啊，是墙，整个做了一个大的升级，所以8月5号以后呢，很多人使得不太痛快。强迫产业链外迁，打崩内地的就业率，全部人只做低端服务业。当年日本就是这样的。这个反正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吧。这个 DeepSeek 涨了多少确定了吗？没有吧，它现在还没出最终的结果。关键是光模块里的光芯片主要是中国生产的啊，这里是用磷化铟啊，这个公司中标的，这个公司中继他们都入股了，叫做元杰科技。这个公司股价今年已经疯了。1400亿股，美国本土的光模块制造商估计都是拿的国内的光芯片。哎，这个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炒中概股这个事儿本身就挺无聊的。河北石家庄口音的黑人军官，配上德云社派去的非洲娘娘啊，老布什的河南中文外教啊，是这样的。这个在非洲打仗啊，谁强谁弱就看你的这个石家庄口音标不标准了。纺织10年前就向东南亚迁移了，很多中国老板直接就转了国籍迁到现在啊，很多品牌的基本款都是东南亚出的，但是一些标准比较高的东南亚能产的工厂不多。是的，它而且即使是在东南亚产，就是它的一些原料啊，还有一些零部件啊，都是还是在中国来的，就是它并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中国造完整产业链这件事儿呢，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天时地利，还有一方面你还需要有勤劳勇敢啊，或者说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啊，这个在外边没有这么多。其实加一个字儿就行了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人制造，是这样的。不能说中国老板主动迁移产业链，主要是临海产业区要产业升级，本来内地可以接盘，但是穷山恶水多父母官，算来算去啊，搬一部分产能去东南亚比较划算。另外，东南沿海最终完成产业升级的苏州特斯拉产业链和深圳涤炼算啊，其他都凉了。凉的最彻底的是珠三角，腾龙换鸟大失败，民营房地产全死掉啊！房地产你肯定不能算这个就是先进生产力啊，这个是不能算的。珠三角还有大疆啊，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啊，这个珠三角有另外一套东西。个人猜测 DeepSeek 涨价要么只是休缓迹象，要么影响有限啊，这个还是等它涨完了以后再说吧。等它涨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来分析分析。其实答案很简单，哪国的体制更鼓励创新，更能鼓励转化成生产力，长期来看哪个国家就能赢。这个没法说啊，你像中国
自古以来，咱们都在被比我们生产力更落后的外族欺负来欺负去的，也是有原因的。另外，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秦制国家是和创新不兼容的。哎呀，这个我们觉得秦制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要去强调了。老范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没研究过啊，就是用一张大晶圆做一颗大芯片，相当于几十个 GPU 啊，计算内存都做在一张晶圆上，也解决了大晶圆良率的问题。据说是不存在 HBM 供应瓶颈的。哎，其实你最头上的晶圆都一样啊，它这个我觉得未必效果会好。要小心供应链这个转移被掏空，转移出去的要小心被当地吃掉反噬，资金滞留海外无法反哺内地，这个你小心不了啊，这个中国这些老板自己会去跑的。要小心技术人才外流啊，这个人也会跑的，这个东西你是拦不住的。政府会强制会强制重要供应链迁回大陆嘛？他没这个能力啊，他自己现在还一屁股债，还得化债呢。川普是个250啊，这个你这么想也没问题。目前就是上半身胖，下半身营养不良，早晚起跑不动的那一天，跌倒再爬就不容易，这个咱们就不研究你在说什么了啊。美国250年国庆碰上了一个250总统，是啊，他不还造了一张美钞吗？哎，他造出来了没有？就是$250的那个美钞，印着川普头像的那个。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人太想取代美国当老大了。哎呀，中国其实没有人想替代美国当老大，从来就没有啊！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每一层都没有，中国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最上面那一层，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我怎么能够稳定的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至于这个位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位置能让中国什么样，他其实一点都不关心，他只需要我在这待着就行，对吧？没有人想去替代美国的。中国最大的中国的产能迁移感觉就像是在国内完成超长时间的大模型训练，长时间模型微调，外迁把大模型权重拿出去，但是这个训练的密集还始终是国内独有的。从目前的效果看，这套权重泛化能力还挺强的，这个还真不太一样。就是现在外迁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费劲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些高科技或者说这些高薪资的这些人吧，他迁不出去，因为迁出去以后呢，这些国外的这些外国吧，甭管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他们对于大规模移民，特别是中国这些移民，他们其实是拒绝的，啊，你移过来一点点啊，这是 OK 的，但是你如果大规模过来，他也不乐意。然后至于其他的像欧美的一些移民国家呢，它的生产成本太高啊，你移到那儿其实反而不划算。印度呢跟咱又闹别扭，所以现在这一次大规模外迁呢没有那么顺利，就是特别是一些高端制造业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完整产业链，但是扛不住东南亚的有罢工有停电。越南和孟加拉很早就在组鞋履箱包纺织的产业链了，都很完整。但即使到现在，中国的中间件都比东南亚的好很多。中国能用下脚料做出东南亚正常原料的品质。哎，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工厂吧，确实还是有一些本事的，对吧？他们能够同时生产3、4种不同的技术标准的东西出来，这个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的人可以干这件事情，只有中国可以 A、B、C、D 货同时产，对吧？就是我们把内卷全都卷在这些地方了，啊，日本人可能卷来卷去都玩工匠精神，玩寿司之神去了，对吧？美国人可能更多的时间啊，我有功夫我去休息一下，欧洲人更是我要先休息再工作，中国人我可以把这个所有剩余时间来看
每一次这个怎么去这个什么呢？每一次怎么去节省一点点成本，然后造出每一个质量要求下最便宜的产品出来啊，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忘了是哪个美国学者说了，美国太需要敌人，美国没有原生的民族主义，所以全靠外敌产生凝聚力。这个也有吧？这个好像是有人说过，我好像也看过。政府就不给你签啊，这个你拦不住的，这咋拦住啊？就是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拦住的。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啊！这个来晚了，打个卡啊！对，你们都打了卡，都点了赞没？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没发文都是口头说的啊，这个说也没用，因为你最后就是公司就关了啊，或者说你要着急了呢，他就直接把公司送给你，对吧？这个真没办法，因为中国这些企业在中国呢，它也不干净，对吧？有贿赂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等到最后你说我要去杀鸡取卵的时候，那就死给你看呗，对吧？能跑就跑嘛。所以为什么现在对是海外的保险、对海外的信托要去征税，对吧？就是怕这帮老板跑路，对吧？所以整个这些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整套东西环环相扣。这里评论还是很理性的，土拨鼠老师的评论简直是没法看的，好多恨国党，因为土拨鼠本人也，很理性的。这个是这样，就是我这儿呢，同时有人骂我是粉红和这个反贼啊，所以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以后，大家就没办法，只能理性了。就说面料，中国厂用回收的废棉做出来的面料，手感比孟加拉厂用棉花做的面料，比得上孟加拉厂用棉花做出来的面料。它不仅是原料，还有后续的工艺匹配，例如染色、洗水工艺啊，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个是对于衣服这件事来说，我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化到抖音款了，就是我身上穿的都是抖音上的服装。好啊，那么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还有问题可以接着提啊。然后明天休息，所以明天会更4条短视频啊。我现在有好多好多短视频等着更呢。至于短视频是怎么做的呢？明天看看是不是录一条啊。这个看吧，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啊。虽然我做短视频这件事儿呢，还是比较业余啊，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学习一下啊。但是这个反正看吧，这个明天这个短视频到底怎么做出来？后面还有一些可以去讲的东西，一个是，呃，有人在喊说产品经理不应该存在了啊。现在，继设计师和程序员之后，产品经理是不是也快要废了啊？这块我可能也会去准备一篇这个视频来讲一讲啊。这个就是未来几天的一个安排吧，但是哪天讲哪个还不好说。下周呢，有可能家里会有病人需要去看病啊，所以随时停更，这个也没办法。然后蜘蛛侠这个片子我没去看啊，但是奥德赛我准备下周去看，明天我还是不太想看，明天还是点映场。从头听吧啊，好啊，这个也欢迎。恶法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差，老范应该有能力出去，不考虑出去吗？哎呀，这个一个人能不能出去啊？不是我有没有能力，是我太太想不想，对吧？所有女的想出去的都是快速就出去了，所有男的想出去，女的不想出去的，一般一辈子也出不去。啊，像我太太就不想出去，所以我就老实在家待着吧。DeepSeek 涨价咋看呢？等它真涨了再说呗，着啥急啊？这个土拨鼠装李忠其实是个恨国党，这就属于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吧？为什么老范有人看的是恨国党，有人看的是粉红呢？就是我肯定没有任何一边的那么绝对啊。张老师，你的幽默小视频挺有意思，我每期都看，后边还有好多呢，开心就好。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就不用想那么复杂的东西要表达，就是把各种开心的小段子给大家演绎出来就可以了。
我原来不敢点赞，现在不管了。恨七大恨啊，这个点赞怕什么？恶法没有那么多恶法，现在其实也在慢慢改善。历史上多次华人外迁都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是的，这个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啊，中国人的这个叫华人吧，这个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